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张凌赫、王鹤棣对决，谁更苏？95后男星苏感赛道已变天，从东方青苍的强势侵略到谢峥的破碎隐忍。95后男星的苏感标准正悄然变革，观众不再满足于工业糖精的霸道宠幸，转而追逐能激发保护欲的脆弱美感。当张凌赫蜷缩猪圈抬眸那一眼，陈乌南演的清贵风骨彻底改写了心跳的规则。还记得2022年《苍兰诀》里王鹤棣饰演的东方青苍吗？那个瞪人时让人害怕，大笑时又显天真的霸道月尊，曾凭借其极具侵略性的眼神和气场，让无数观众为之心跳加速。他仿佛随时要把女主吃掉的强势魅力，曾一度定义了什么是苏感天花板。然而，3年后的今天，当张凌赫在《逐狱》中饰演重伤落难的谢峥，蜷缩猪圈抬眸那一眼，陈乌满面却难掩清贵风骨，将破碎感拉满时，观众的心动点似乎发生了微妙的转移。从霸道总裁式的心动，到破碎感美男的怜爱，95后男星苏感赛道的评判标准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霸权的祛魅，霸道总裁是性张力的示威。曾几何时，王鹤棣的东方青苍，宋威龙在下一站是幸福中的年下实习生形象，代表了那种强势、侵略性、掌控感的魅力模型。特别是宋威龙，他被形容为眼神超级会放电的男星，在以家人之名中穿上白衬衫、医师袍时，光是站在那里就性张力拉满。这种风格一度拥有着几乎统治级的市场吸引力。但这种霸道魅力正在遭遇瓶颈。有分析认为，这背后是严重的同质化与审美疲劳。当打开任何一家视频平台，首页推荐的剧集里，总有几个面容相似、气质雷同的总裁在演绎着大同小异的爱情故事。工业糖精的流水线生产，让本该极具魅力的角色变得扁平而乏味。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观众对权力关系的反思。这届观众不再满足于被动的宠幸，他们要的是灵魂层面的看见与共鸣。人设的转变，实则是观众对平等关系、情感双向奔赴的隐秘渴望。在个体意识增强的背景下，绝对权威形象的吸引力自然衰减。这种趋势也得到了政策层面的呼应。2025年9月25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韩东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将对雷人剧情、霸总人设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及时进行纠偏。政策文件明确要求短剧内容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杜绝炫富、拜金、炫权、享乐等不良导向。需要澄清的是，霸道元素并未完全失效。王鹤棣依然以《苍兰诀》演活了霸道月尊东方青苍。2022年该剧播出期间，他的微博一度涨粉156万。问题在于，当霸道成为单一核心魅力时，其吸引力就会因过度消费而减弱。脆弱的引力，破碎感美男为何成为新宠？当霸道褪色，破碎感正悄然崛起。张凌赫在《逐狱》中饰演的落难侯爷谢峥，兼具病弱破碎感与铁血杀伐气。邓为在《长相思》中饰演的涂山璟，被形容为将破碎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易碎、隐忍、脆弱感与内在坚韧并存的角色特质，正在成为新的心动密码。为何观众会被这种脆弱吸引？心理学层面提供了几个可能的解释。首先是保护欲与救赎欲的激发。美强惨角色通过3种维度直击观众心理：视觉吸引力美、慕强心理强以及共情机制惨。悲惨经历触发保护欲与补偿心理，
观众通过角色的苦难，释放自身压抑的情感。张凌赫饰演的谢征前期重伤落难，带着一种破碎的美感，每个镜头都帅到让人心动，正是这种特质的体现。其次是美强惨的进化，在强大基础上叠加惨脆弱，使角色层次更丰富，更易引发共情。邓为在诠释涂山璟时表示，很多时候都会，有时候可能不是剧本里说涂山璟该哭了，是因为我处于涂山璟身处的状况，就会不自觉地心疼他，忍不住就哭了。这种嵌入式演技，让观众不知不觉也进入角色的情绪当中。更重要的是，这种设定赋予了观众情感的主动权。在呵护与拯救的想象中，观众获得了更强的情绪主导感和情感投射满足。张凌赫在逐狱中即兴添加的擦泪动作，以指腹快速式去泪滴，比慢镜头特写更能传递角色的隐忍，成为全网热议的演技名场面。正是因为他精准把握了这种克制中的爆发。从社会文化背景看，这反映了当代社会对心理健康、情感脆弱性接纳度的提高。当市场对过度精致的建模脸开始疲劳，一张有留白、有质感、能承载复杂故事的脸就成了稀缺品。李云瑞的面部就被形容为低攻击性的容器，能导进任何角色，这种特质在当下反而成了优势。多元化审美下的新苏感模板，破碎感的兴起并非要取代其他魅力类型，而是丰富了男性魅力表达的图谱。当下的95后男性性张力评判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态势，反差魅力型选手备受青睐。李云瑞凭借九重紫迅速走红，饰演的少年将军宋墨温文儒雅，不笑时斯文，笑起来甜度爆表。他被网友称为天使脸孔、魔鬼身材的类型，学体育出身，有8块腹肌。这种纯净感与力量感的融合，构成了独特的吸引力。成长蜕变型同样拥有大量拥趸。吴磊可以说是大家看着长大的童星，过去大家都只把他当弟弟，但从长歌行开始，他逐渐褪去小男孩的青涩模样，越来越有男人味了。很多网友都笑说自己明明年纪比吴磊大，却在吴磊身上感受到苏感。在长歌行中，他饰演的阿史那损骁勇善战，冷静果断，谋略过人，但在遇到长歌之后就变成柔情男友，把角色演得霸气又温柔。星汉灿烂中，他则演出了零不移的禁欲魅力，看着女主的眼神活脱脱像要把她吃掉，让人又羞又心动。其他如清爽少年感、智慧儒雅型等也各有市场。这种多元化趋势正在重塑整个行业生态，对男星的要求正从单一形象标签转向更强的可塑性、角色理解深度与情感表现力。张凌赫在逐狱中的表现被评价为演技破局，他提前减重15斤，凸显谢征前期病弱的体态，身披40斤真甲完成马戏。拍摄雪地埋身戏时主动要求实景进入，动至嘴唇发紫仍坚持呈现最真实的战损状态。这种专业态度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内容创作也因此导向更加立体、复杂的角色塑造。国产剧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男性角色的塑造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从以往的英雄形象到如今的平凡与脆弱，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观众审美的变化，也让我们重新思考男性气质的多元化。粉丝文化也在演进，受众审美分化，形成更多元的粉丝社群与互动模式。外网票选引发的最帅95声现象中，邓为、王鹤棣、吴磊等演员以极具辨识度的东方气质和多元化的角色塑造能力，集体登上热搜榜单。越南娱乐博主指出，邓为的清冷、王鹤棣的野性、吴磊的朝气、
代表了中国新生代演员的3种美学维度。双引号，变迁的本质与未来。这场评判标准的迁移，本质上是观众对男性性张力认知从外在的、权力导向的单一标准，转向内在的、情感共鸣的、多维度的综合标准。这不仅是审美趣味的流转，更是社会心理、性别观念与文化消费演变的微观缩影。破碎感的流行，反映出年轻观众对情感深度和人性复杂度的更高追求。他们厌倦了工业流水线上生产的完美符号，渴望看到有裂痕、有故事、能引发共情的真实灵魂。当张凌赫刻意规避对颜值的强调，将情绪藏在微表情里，当邓为让自己与角色合二为一，去共情，当李云瑞用一张能承载复杂故事的脸杀出重围，他们都在回应同一个时代呼唤。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好看，更是好看背后的真实。未来审美多元化是不可逆的趋势。印尼雅加达邮报观察到，这些演员通过古装剧传递中国传统美学，又在现代剧中展现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面貌。多元审美下的文化输出新范式正在形成。霸道不会消失，破碎感也非万能。真正有生命力的角色魅力，将更侧重于真实感、复杂性与情感深度。正如行业分析所指出的，观众厌倦的从来不是强者，而是空洞的符号。未来的苏感赛道，注定属于那些能同时展现力量与脆弱、掌控与失控、完美与残缺的立体灵魂。无论是王鹤棣式的霸道，还是张凌赫式的破碎感，亦或李云瑞的反差魅力，吴磊的成长蜕变，其生命力的根本在于是否触动了时代人心最深处的情感密码与精神需求。在这个意义上，95后男性性张力评判标准的变迁，不仅是一场审美趣味的流转，更是一面映照当代社会心理变迁的镜子。那么，你更吃哪种类型的性张力？是王鹤棣式的霸道，还是张凌赫式的破碎感？或者你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标准？分享一下吧。